京东物流是07年就是成立，完了之后12年正式步入轨迹，17年成立了京东物流企业。我们的京东物流主要是在那个整个物流行业里面以配送为主，包括了中小件、大件 B2B， 还有冷链和就是惊喜各个业务。像惊喜业务主要是那个社区团购，是我们新出来的一个业务。然后呢，我们京东物流秉承着为客户带来一站式配送方案，满足客户的所有的物流配送需求。就我们京东物流来说，未来的发展挑战都在人效比这个上面，因为我们现在整个京东物流的第一大那个支出成本就是人，然后第二大支出成本是运输，第三方面才是输送线、货架、叉车等等。然后人这方面的工资成本支出又是持续性的，你像设备买了它就是固定资产的，人他就每个月都在固定开支。然后在人的上面呢，你像我们这个湖北武汉阳罗这个地区，平时就有5000到6000的正式员工，只要是发生促销的时间里面，这个人员就达到了1.3万以上，所以这个人的那个支出是非常大的。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的用设备来就是让人得到解放。说他们转运的场地，一个他们要求速度快，对车况的要求比较高，他每天可能从晚上7、8点钟开始到早上5、6点钟，一般的车其实是扛不牢的，所以我们是给他们推荐了锂电池。锂电池的话，小容量电池就可以了，160的，然后中途他们差不多12点或者1点钟的时候休息的时候，1个小时充电就把它补满了，然后继续可以够到天亮的这个工作。锂电池目前就我们那个物流行业来说的话，目前有2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。第一个是不像铅酸电池需要经常加蒸馏水免维护，像我们一线员工他有时候会忘了加蒸馏水，或者加的过多，或者加的不规范，导致了很多设备故障。第二个是快充，你像我们的员工中午是休息时间，他可以把那个叉车进行充电，然后下午上班的时候电就已经充满了。像以前的话，我们的铅酸电池要充6到8个小时才能基本满足使用。目前成效改变最大的是在跟中立合作以前，我们是没有接触过那个步行式电动托盘车以及对告车的，我们是华中地区起码是没有买过的。但是呢，接触了以后呢，我发现这款车完全可以替代我们的业务场景。比方说我们以前买的是站架式电动托盘车嘛，首先它的价格比较高，而且它的使用非常的难，是需要人就是进行一定的训练培训上岗的。但是步行式电动托盘车像一个新手到会基本使用只需要3分钟。我觉得令我最满意的地方是2点。第一，它能够不断的在迭代升级，就像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反馈的那个步行式电动托盘车，它在急刹急停上面的问题，他们很好的就是结合客户实际的场景需求，然后对叉车进行一个快速迭代升级和改良。第二呢，因为都是机械产品或多或少都会存在那个机械故障，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就是中立它是有很好的那个售后服务团队，能够做到及时反馈、及时响应、及时维修。我觉得是在那个叉车领域的话，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想，它是我们中国人国产品牌的一个骄傲。